各位大家好，今天要介绍的是 VLOOKUP 与 column 函数的配合。我们以年度公司的财务报表作为讲解，纵向为支出的成本，横向为月份。表格的中间呢是支出的成本，成本呢分为3个区段。那我们使用 VLOOKUP 查询的路径，就像这条红线一样，先垂直查找成本，再横向的查找月份。那查询格呢，第一格呢的栏是成本，第二栏呢是月份，那要回传的是支出的费用。G2 的储存格插入 VLOOKUP 函数，按确定。首先我们要查找的是哪一个种类的成本，所以我们点选D2，接着直接框选我们的表格范围，从最左边栏的成本种类，一直到最右及最下的年度支出金额。框选之后，直接按确定。那我们要传回的是哪一个月份呢？直接点选月份 F2 的这个储存格。那月份呢有1到12月，我们不知道是哪一个月，所以我们直接用 F2， 返回一样是精确值。我们在成本这个储存格 E2 这个地方呢，输入水费。在月份的地方呢，输入2月份，那就会返回成本4万。那我们将它的格式呢改成 NT dollar， 小数点呢一样取2位。接着按确定，稍微缩小字形，以符合储存格的宽度。成本呢，它的种类有很多种，我们一个一个去进入的话呢，就效率就低了。所以我们可以用下拉式清单做切换，选择资料类型里面的资料验证，选择清单，接着按这个按钮，直接框选我们所有的成本种类，它的宽度变成2栏，它会出现警示窗，我们只能将它改为全部都是 B 栏，直接手动输入 B， 它就变成1栏。原因是因为它有合并储存格，所以它会自动变成2栏。那我们可以下拉一下，它就很清楚的直接叫我们分类好。假设我现在要查找的是行销活动的成本，并且传回它所使用的费用。那行销成本呢，它在表格的比较下方的部分那这样拖拉表格呢比较麻烦，所以我选择月份下方的行，接着按检视冻结，然后呢这样子上方的月份呢就不会跟着拖拉移动了。我们在成本的下拉式选单里面呢，选择行销活动，稍微调整一下储存格的宽度，让成本的金额呢显示出来。接着请注意看，月份2月呢查到的经费呢是2000元，那4月呢是5000。如果我们现在把上面查询格的月份改成4，那我们比对一下，发现查回的金额是错误的。原因是因为我们输入的查询格是4月，那
表格所传回来的栏应该是要包含它的成本栏，所以应该是第5行。所以我们必须在月份的查询格上面呢，再加上1，才能校正回来。那1到12月呢，全部都要加上成本的第1栏。所以加上1之后呢，所有的下拉式选单，这样子的数值呢，传回来才是正确的栏数。那我们可以验证其他月份的金额是不是正确。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，VLOOKUP 传回的栏数呢，必须再加1，因为它包含了最左方的参数基准。接着选取 F2 月份储存格，按下资料验证里面的清单，我们框选月份的范围，按下确定。好，那现在呢，下拉式的清单就完成了。那 VLOOKUP 呢，只能识别传回来的栏，栏呢是阿拉伯数字，那里面如果包含了文字，比如11月加上1，F2 加上1，一样是文字串。那我们必须把月这个中文字给去掉，所以我们将 F2 给剪下来，利用另外一个函数 left 函数，将1到12月每一个储存格的左边数字进行加1，运算之后呢，回传给 VLOOKUP。点下拉式选单，或者是 FX 下拉式选单的其他函数，我们直接输入函数名称 LEFT， 按开始，确定。那我们要选取的文字呢，是月份储存格从左边数2个字元，然后所以我们输入2，按确定。将月份的左边2个字元呢就被取出来的，那就不包含文字的部分。我们可以放大一下视窗，看到月后面有一个空格，那它从左边数过来2个字元就不包含文字。我们可以直接更改下拉式选单的月份，看它传回来的费用是不是正确的。直接将下拉式选单的月份呢改成5月，可以试试看看，看它是不是传回2000元。补充说明一下，我们回到费用的查询格，点一下 left 的函数引数，5月份呢的左边2个字元呢是5。那我们如果将5月的这个储存格呢的后面这个空白删除掉，接着再更动下拉式选单的选项的话，可以看到费用返回的是 value 值，所以我们在设计表单的时候，标题呢必须维持左边2个字元，不足2个字元的呢必须以空白补上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内容。若你喜欢这部影片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